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佛历1月上15，万象晴20到31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7基普，涨幅 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2.2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71基普，跌幅 0.2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 0.1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17.03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3.8 点，涨幅 0.31%。开盘 1212.41 点，最高 1221.01 点，最低 1193.2 点。成交量237700股，成交金额44221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05基普，交易量69700股，其次是萨万尼和外贸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7000基普，交易额14797.5万基普。其次是萨万尼和外贸银行。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449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5万基普，涨幅 0.1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0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6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8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越南友谊医院项目在华潘省举行移交启用仪式。老挝越南友谊医院项目于12月4日在华潘省桑南县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和启用仪式，副总理吉乔凯坎皮吞和越南副总理阮志勇共同出席。越南代表阮怀英报告了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总投资5185亿越南盾，几乎全部由越南无偿援助。医院建有1栋9层大楼和200张病床。华潘省省长坎潘塞松潘表示，该医院是老挝越南伟大友谊和特殊团结的象征。吉乔凯坎皮吞副总理感谢越南的兄弟情谊，并正式接收并启用该医院，交给华潘省管理运营。2. 国家主席会见俄罗斯联邦会议委员会副主席。12月2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国家会议中心会见来访的俄罗斯联邦会议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茹拉夫洛夫一行，双方高度评价老挝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友好合作。双方同意将继续加强未来在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通伦西苏里主席对俄罗斯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指出这体现了两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关系，并将深化双边关系。尼古拉·茹拉夫洛夫副主席感谢老挝的热情接待，并祝贺老挝建国50周年，承诺将继续与老挝紧密合作。3. 老挝发展银行在琅勃拉邦巴乌县开设新服务网点。12月3日，老挝发展银行为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在琅勃拉邦省巴乌县宋萨努克村正式开设新的服务网点。琅勃拉邦省委书记本棱马尼阿等出席启用仪式。分行行长坎潘凯甘亚在报告中指出，新网点将提供现代化服务，以便利民众。新网点大楼建设耗时7个多月，造价112亿基普。目前老挝发展银行在全国拥有28家分行和102个服务网点，在琅勃拉邦有1个分行和7个服务网点，计划未来继续向有潜力的县区扩展。老挝央行代表瓦拉辛达拉蓬致辞表示祝贺，省委书记本棱马尼阿致指导词，赞扬老挝发展银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4. 琅勃拉邦省领导探望107军区医院住院患者。
12月2日，琅勃拉邦省领导前往107军区医院，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住院患者。107军区医院院长派万詹塔苏上校汇报了医院的起源、传统和工作情况。省委副书记坎拉连巴迪代表慰问团发表讲话，感谢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在保障北部地区各族人民健康方面所做的贡献。坎拉连巴迪副书记要求医护人员继续提高专业责任心，并深入践行革命医德。最后，慰问团探望了住院患者，并向医院和患者赠送了礼品和慰问品，以表鼓励。5. 老挝记者协会与科技部联合举办人工智能技术会议。12月4日，老挝记者协会联合科技与通信部下属的智能技术应用研究所，在澳大利亚大使馆支持下，在万象举办了开发高质量老挝语数据库以促进老挝人工智能发展技术会议。中央宣传部、科技部、记者协会及澳大利亚驻老挝大使等代表出席。会议邀请了老挝语言学家、作家、记者和人工智能开发者，共同探讨如何寻找老挝语数据来源，以构建高质量老挝语数据库。会议指出，目前老挝流行的人工智能工具在处理老挝语时，仍存在语法不规范、老挝语、泰语混用等问题，因此需要开发本土高质量数据库。会议重点讨论了老挝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人工智能主权的重要性、老挝语在人工智能中的挑战，以及泰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政策和经验等重要议题。6. 2025波罗芬高原咖啡节活动丰富多彩。2025年波罗芬高原咖啡节于12月4日至7日在占巴塞省巴松县举行，省长阿伦塞孙纳拉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巴松县县长坎获得明銮报告称，活动设置了6项重点活动，包括竞献花篮、体育艺术比赛、咖啡小姐选美、国内外商品展销、科学研讨会以及咖啡烘焙冲泡品鉴比赛和实地考察。共有72个展位，来自66家企业、合作社和机构参展。本次活动是实施咖啡出口战略、提高可持续生产能力和国际标准的重要举措，旨在促进咖啡行业的未来发展，并为种植者和国内外买家提供交流机会，以提高内部竞争力并扩大出口。7.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致电祝贺老挝建国50周年。近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收到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来的贺电，祝贺老挝建国50周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贺电中表示，他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向老挝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指出这一里程碑是赞扬老挝人民的坚韧、团结和不懈努力的时刻，也反映了不断发展的双边关系。贺电强调，美国对于老挝日益增强的伙伴关系感到自豪，认为两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多年来，双方在经济发展、教育、公共卫生以及解决前战争遗留问题等领域深化了合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期待继续与老挝合作，实现共同目标，并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机遇。最后，他祝愿老挝的庆祝活动愉快，未来繁荣发展。8. 琅勃拉邦旅游面包车与皮卡车相撞致8名中国人受伤。据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报告，12月4日中午12点，在琅勃拉邦施纳坡村通往光熙瀑布的路段，发生了一起旅游面包车与皮卡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造成8人受伤，其中6人为女性，均为中国公民。事故现场造成了交通长时间堵塞。救援队已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处理，并将其送往琅勃拉邦老挝中国国际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